我是青丘九尾狐之后，青丘白凤九，如今已经继承了东荒女君之位。我今年71700岁，算是个青少年的狐狸。700年前，我有幸遇上了曾经的天地共主东华子府少阳君，他还救了我一命。于是，为了秉承姑姑知恩图报的教诲，我不顾一切追随他报救命之恩。这一报恩不要紧，我却把自己整个搭进去了。我是喜欢他，喜欢他喜欢的要了命，好在他似乎也是心里有我的。只不过碍于天命，他不得不跟我说，我以命护苍生，自断姻缘，倘若强行和你在一起，必会引发四海战火不断，生灵涂炭，你我也会不得善终，世间万事渺小至斯，没什么可值得惦念的。无妨，既然你想要我走，那我走便是了。就当前尘往事是一场特别美好的梦，或者是一段充实的旅程。南天门外，你一边抚摸我额间，一边向我道出真心时的神情，我会永远珍藏在心里。谢谢你曾经给过我一段那样珍贵美好的初恋，也希望你能做回那个不理红尘无欲无求的神仙。太晨宫，帝君可曾听说了？青丘传来消息，说东荒女君白凤九已承继君位，但女君年岁尚轻，资历尚浅，正在四海八荒寻觅一位德才兼备之人为王夫，以辅佐女君治理东荒。帝君一顿，冰冷地开口：你想说什么？没有，只是随便一提。不过这女君招夫择婿的标准可是颇有意思，帝君可想听听？司命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帝君靠在榻边，一手撑着头，冷冷地抬眼瞪着司命，没有说话。女君说了，要成为他的夫婿，要求有4：第一要3代世家，第二要手握重权，第3不能太会打架，第4要相貌英俊不凡。帝君的目光更冷了10分。司命略微心虚地看了一眼他家主子那明显不悦的俊颜，终于决定不再作死，连忙拱手作揖，找了个说辞告退了。出了帝君书房，司命还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你说你是不是嫌命太长了，竟然敢去刺激帝君？不过这下看来，帝君嘴上说什么当断不断害人害己，其实他自己根本就断不干净。如今凤九女君要嫁人，看把他怄的。青丘东荒狐狸洞，君上，你看光是今日收到的拜帖就有这么多。米谷看君上这回定能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米谷看着这堆了满桌的大大小小的见面礼，满心的骄傲。都说他家凤九女君是仅次于姑姑的四海八荒第2角色，可是在他米谷看来，凤九女君更加娇艳妩媚，小小年纪就有此风韵，长大了风采肯定是要盖过姑姑的。哎，米谷，你说这么多拜帖，这么多青年才俊，我头都大了，该如何选择呀？一身红衣的凤九拖着下巴，对着成堆的拜帖发愁。君上，你不是有4个标准吗？只需要按照标准一一筛选就是啦。可是你不知道，这么多人，有的符合我的规矩，我却看不入眼；有的看着还行，却不符合我的要求。君上看着可以就好啦。这嫁人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君上是要和他过一辈子的，当然是自己的感觉最重要。是吗？凤九陷入了沉思。他当初定下择婿标准的时候，想着反正此生不可能与他最爱之人在一起，那倒不如找一个天下条件最好的人，毕竟她可是青丘女君，就算不为自己，也要考虑青丘和长辈们的颜面。可如今米谷又跟他说，成亲要看自己的感觉。呵呵。对了，君上，下个月就到了姑姑和姑父大婚的日子，到时候四海八荒各路青年才俊都会去九重天，君上倒是可以看看有没有合心意的。是啊，姑姑姑父终于要成亲了，殿下可是要迎娶我姑姑。不错。那帝君您会去迎亲吗？不错。凤九摇了摇头，不让自己沉湎于过往。可是他真的会来迎亲吗？1个月很快过去，凤九整日窝在他的狐狸洞里收四海八荒有意成为他夫婿的青年才俊送来的拜帖，内心深处有着自己的小小期待。帝君他真的会来吗？东荒狐狸洞内，狐后在为自己的小女儿梳着头发。今日是她的大喜之日。姑姑，你和太子殿下终于修成正果，以后肯定都是甜蜜幸福的日子等着你，小九真替你开心。丫头，
你终于肯在四海八荒招亡夫，姑姑也替你高兴，说不定缘分很快就到你头上，到时候你就是咱们白家成亲最早的小狐狸。姑姑又取笑我。小九，姑姑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记住，不管怎样，别委屈了自己，姑姑永远支持你。谢谢姑姑。瞧你们姑侄俩，活像姐妹俩似的。那是自然。奶奶你也知道，小九从小是跟着姑姑长大的，而且姑姑长得这么美，一点都不像凤九的姑姑，倒像是姐姐。这几年没见，你这丫头嘴真是越来越甜了，不说姑姑为老不尊了。嘿嘿，姑姑不老。此时从9天上下来的一众仙伯仙官已经排好了队后在狐狸洞外。迎亲队伍最前面正中间的是这场婚礼的男主角，身着大红刺绣锦衣的太子夜华。夜华左边是他父君央错，三叔连宋，右边是东华帝君。梳妆完毕，白浅由胡后和凤九一左一右地搀扶着出了狐狸洞。一见新娘的身影，悠扬喜庆的仙乐登时奏起。迎亲队伍里的仙君们纷纷拱手作揖，仙娥们纷纷下跪行礼。一出狐狸洞，凤九一眼就看到了记忆中那个紫色的身影，他还是那么挺拔伟岸，那么清冷孤傲，就连这大喜日子的氛围好像也没有感染到他丝毫。那道冷峻的目光自从凤九出现便停留在他身上了。他一身红色雕纹纱裙，跟今天的气氛倒是相称得很。他平静地看着他，好像从来不曾走进他的世界，他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值得尊崇的上古神奇。无论如何，不管彼此心里对对方有着怎样的猜测，他们二人还是旁若无人地对视着。天君嫡孙，天族储君夜华特来求娶青丘白浅上神，入我喜无功为太子妃，还请青丘各位长辈准许。夜华拱手一拜，小女倾慕殿下许久，承蒙太子殿下青睐，如此我九尾狐一族便将小女白浅交给太子殿下了，还望殿下日后与其长久恩爱，白头偕老。胡帝白只说着，便拉过白浅和夜华的手放在了一起。由于青丘向来民风旷达，没什么繁琐的仪式礼节，两人两情相悦，便在一处。于是青丘这边的迎娶仪式就这么3言2语的完成了。迎亲完毕，白家人要一同到9重天去参加接下来的成亲仪式。一时间众仙仙顿，只留下了狐狸洞外的枯草随风摇曳着。天族太子娶太子妃是四海八荒的大事，不仅仅是天族，还有魔族、异族、鲛人族、比鸟族前来祝贺。9重天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周围人群熙熙攘攘，一派笑语哗然。凤九本没兴趣听人家的墙角，怎奈他们九尾狐一族天生五感灵敏，于是他就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你知道吗？这个太子妃可是四海八荒第一绝色，长得惊为天人，据说以前还把义军离境迷得神魂颠倒的呢。你说的这些谁都知道啊。不过我对这个第一绝色的姑姑倒是无甚兴趣，我比较喜欢她侄女，号称四海八荒第2绝色的青丘白凤九。嘘，你好大胆子，天上地下谁不知道那青丘白凤九和东华帝君的事？你还敢打他的主意？我是没想着打他主意，不过想打他主意的可是大有人在。你没听说这位刚刚上任的凤九女君正对着四海八荒招亲吗？据说天天都有大把大把的拜帖送到。我看啊，他跟帝君那段事已经过去了，这都好几百年了，俩人也没什么动静不是？哎呀，你没看帝君腰间别着的那撮红色的挂坠吗？都说那是凤九女君的鼓励尾巴，我看这是不那么简单。真假的？那是白凤九的尾巴。我上次倒是见过帝君在朝会上摆弄那个吊坠，当时我还想帝君什么时候喜欢这么鲜艳的装饰物了呢？可不是嘛，你说话可小心点。凤九一下子愣住了，他并不是惊异于9重天如此浓烈的八卦氛围，他只是想起了他曾经割断了一条尾巴，为了去三生石上刻上他的名字。当时他忍不住身心剧烈的疼痛晕了过去，那把他虎尾幻化成的匕首被他随手留在了三生石边。原来他把它捡了回来，还还原成虎尾的原状，还带在身上了。他知道他心里是有他的，可是为什么他还要另觅良人呢？可能
就是心里有一口气吧。他在和他赌气，他怨他明明喜欢自己，还硬是要推开他。尽管他说的大道理他都懂，尽管他也不想看到天下苍生因为他们而万劫不复。这么看来，自己还真是幼稚。可是白凤九，你还有别的选择吗？就算他也像你爱他那样爱着你，你就忍心自私的不顾天下，不顾他的安危，强行跟他在一起吗？想到这些，他当年那些坚毅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或许只能这样了。正当凤九内心纠结不定时，一个女生打断了他的思绪。凤九，程昱，好久不见啊。还说呢，自从你做了女军，就没上九重天来找过我了。我怀疑你是不是都把我们这些老朋友给忘了。嘿嘿，哪有啊，程昱你就会取笑我。哎，我听说你对着四海八荒招选夫婿了。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了？没有。哎，这是急不得。对了，我还听说你定了几条标准。你觉得如何？这每一条单拿出来都不成问题，可要是放在一起就难了些。放眼这四海八荒，能全部满足你这些要求的可是不多吧？是啊，简直是凤毛麟角。那你当初干嘛定了这么高的要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压根不想成亲，被逼无奈，所以定下了这些条件呢。哎呀，不说这个了，你也别急，有缘分的话，终究还是跑不了的。说到缘分，凤九想起了曾经段伟刻字时，三生石上他名字旁边的那个名字，那个所谓的文昌帝君，正是他命中注定的良配吧。可是，天知道那个倒霉的文昌帝君现在降世了没有？管他呢，反正除了东华，其他谁都一样。本来就富丽堂皇的凌霄宝殿，借着白夜大婚的喜气，被装饰得更加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大殿上座，天君和东华帝君并列坐着，两排由里到外按地位和辈分坐着前来庆贺的各族仙魔。凤九坐在左侧一排中间靠里的位置，在里面是他们白家的各位叔叔伯伯、折颜和爷爷奶奶。从这个距离看帝君，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当他有意识地扫过他的腰间时，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传说中的那红色毛茸茸的挂坠。他自己的尾巴他当然认识。凤九心里无法淡定了。事实上，自从在狐狸洞外见到他，或许是从他想起他说过他会来迎亲开始就不淡定了。只是此刻他见到了他腰间那曾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的物件，那种不淡定的情绪立刻翻了好几番，好像马上就要从心里发泄出来了。凤九拼命压抑自己的心情，如今她已经是青丘女君了，一言一行代表着青丘，可绝不能再做出什么给青丘丢人的举动。好在经过这些年，她已然比当年更擅长喜怒不形于色这门技术，任凭心里怎么波涛汹涌，面上还是平静的，看不出什么波澜。不过一心不能二用，他专注于克制自己涌动的心潮，当然听不太清楚此刻其他人在说些什么。哈哈，夜华这几百年修为恢复得不错，果真是不负我望。如今迎娶了白浅上神，四海八荒更是万民归心。本君打算再寻个吉日就把天君之位传给夜华，我也是该享享清福了。天君为天下苍生操劳了10万年有余，也是该享天伦之乐了。只不过我那妖女浅浅自幼是被我放养长大的，这一招要是成了天后，怕是也没个端重的样子，岂不是叫四海八荒笑话了去？胡弟多虑了，本君看白浅上神就十分有母仪天下之风度，又被称为这四海八荒第一角色，他日成为天后，定是四海敬仰，八荒臣服。天君此话一出，底下尽是赞同的声音。对了，父君、胡弟，我听闻青丘另一位帝姬白凤九殿下正在四海内招亲，不知可觅到了何心意的人选。坐在右侧的三殿下连宋摇着扇子，似笑非笑地说道。凤九此时哪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只顾着自己的心思。他也不知道，连宋此话一出，一道看似漫不经心的目光就从大殿上座天君的身旁向他飘来。三殿下所言不虚，不过小九的婚事还是由他自己做主，我们做长辈的也不甚清楚情况。答话的是白毅，说着他还瞟了和他隔着白心白针的凤九一眼。
哦，素闻青丘民风淳朴，两人互相喜欢便在一处，看来果然如此。连宋说话时看了看凤九，又抬眼扫了扫他夫君旁边的那位上古神尊。这俩人还能再明显点吗？一个眼神空洞，像是没有魂魄的躯壳，一个就好像别人欠了他钱不还似的，一副讨债脸。说到这位青丘白凤九，就像之前那两个仙君说的那样，他与东华帝君的一段情事可谓是九重天人尽皆知，以至于连宋一提起凤九招亲之事，神仙们不免都在心里嘀咕一番。不过在场的魔族一族鲛人族比鸟族人显然太清楚这其中的隐情。正当大家议论的时候，只听一个温柔有力的男声从大殿靠外的方向传来：天君、胡帝、白翼上神，既然提到凤九女君招亲之事，那在下便在此向各位道明心意。在下赤之魔君旭阳倾慕于女君的旷世仙姿已久，还望各位长辈和女君能给在下一个机会，伴女君左右。此话一出，众人登时瞠目结舌，齐齐望向这位自称是赤之魔君旭阳的玄衣青年。只见此子身材颀长，容貌俊美，一笑间仿佛寒冬的暖阳，果然人如其名。一时间大殿上寂静无比，一道道目光向旭阳射去，其中有敬佩的，有惊讶的，有懵懵懂懂的，还有冷若冰霜的。懵懵懂懂的是凤九，他正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恍惚间发现耳边的议论之声骤然而止，于是才收回了神思，一抬头正好撞上旭阳带着笑意的眼神。冷若冰霜的，不用说也知道是哪位大神了。白纸活了30多万年，如此诡异的场面也不是经常见到的，于是连忙打圆场：承蒙旭阳殿下抬爱，我家小九也是不甚荣幸，不过此事关系到他终身幸福，还需他自己考量清楚才能给你答复啊。凤九一听爷爷这么说，心里好像有点概念了，莫非这个叫旭阳的男子有意成为自己的夫婿？当然，胡帝说言甚是，在下此刻当中表明心意已是诚意，至于成与不成，我尊重凤九殿下的心意。一听这话，众人开始低声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来，而白家这几位叔伯则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凤九，似乎在等沉默了半天的他给句话。凤九听他所说，觉得这个人倒是有几分气度，不禁抬眼打量了他一番。相貌也算不错，只是他不觉得自己跟这个人真的有下文。刚刚魔君所说的事，凤九也听了个大概，只不过凤九招亲有4个条件，不知魔君满足了几条。旭阳闻言一笑，旭阳先父乃是东华子府少阳君座下72将之一的孟浩将军，祖父乃是魔族始祖女神少婉的老师宗远先生。至于手握重权，相貌英俊，自然不用多说。那不知旭阳殿下打架如何？女君尽可放心，旭阳向来崇尚文术之道，一身武艺也不过是为了守护我魔族子民，并不会让女君受半点委屈。这人可真是会说话。凤九此刻只觉骑虎难下，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招个亲，居然招到了凌霄宝殿来，还当着四海八荒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正当他在心里思考着合适的措辞，只听他爹开口了：旭阳殿下此番诚意，我们作为长辈甚是感动，不过婚姻大事还是要依小女本人的意思，如若殿下不嫌弃，就让小女到西南荒魔族属地一去，也好与殿下多相处些时日，以便有个考量。凤九顿时睁大眼睛，惊愕地看着他爹：阿爹，你这简直是坑女儿啊！只见他各位叔叔伯伯、哲言和爷爷奶奶也一愣，白毅这想把女儿嫁出去的心思也太明显了。右边一排的连三殿下一副看好戏的眼神，看着上座此刻已然喜怒不明的紫衣神君，生怕他强忍怒火憋出内伤来。半天没有出声的天君，像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空气似的说：白翼上神言之有理，如若女君与魔君交好，神魔两族同心合力，定能保这四海八荒的长久太平。对于帝君和白凤九的事，天君也是有所知晓的，当然他也知晓三生石的事。他以为既然白凤九是不可能留在帝君身边的，那倒不如与魔族联姻，还可以稳定西南荒的局势，巩固神族的统治。